我跟我女朋友恋爱1年多了，一开始我俩挺好的，可是后来事情就不对了。我发现我不是在跟她自己谈恋爱，而是跟她一家人在谈恋爱。阿姨，您听我解释，叔叔，我跟她没吵架，只要我们两个之间发生一丁点不愉快，她立马告诉自己爸妈。妈妈，他又跟我吵架了。我就不明白了，为什么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事情不能我们自己解决？为什么非要把爸妈掺和进来？现在我们两个之间吵架，基本上都是因为这个，他却说都是我的错，我也有苦说不出。再这样下去，这恋爱谈得太累了，我也受不了了。如果真是这样，这恋爱谈得太累了。来，掌声有请这一对，掌声有请。男嘉宾小何23岁，来自山东，是一名学生；女嘉宾小李24岁，同样来自山东，也是一名学生。来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，应该是同学是吧？对，大学同学，现在临近毕业了，好了有1年多了。小片里把主要问题都说了，对，真是那样吗？真是这样，主持人。您举几个例子，例子感受不到。例子太多了，大约是从去年我们俩一块出国玩，那个时候他父母加了我微信，那时候说好了我们两个人一块去韩国，然后那天到了机场，我一看他爸他妈还有他表妹都在那儿，然后他妈说加我微信，然后顺便带着他表妹一块去玩，我当时还觉得挺好。不是，关键问题是咱俩计划的就是咱们两个，那带你表妹算怎么回事啊？问题我表妹高3刚毕业，她正好没有事儿，带上她还能体现你会照顾人。我一开始是这么想的，我心想给我一个表现的机会，就带着她去呗。结果去了之后，我就发现她表妹就是她爸妈安插在我们身边的眼线，说好了那天晚上一块带你去看夜景，然后不带你表妹。结果呢，还没等出门呢，你妈微信发过来了。这么晚了不能出门，那太危险了。韩国什么什么不安全。我妈说的也没错啊，当时因为我俩是自由行去的嘛，然后我俩语言也不通，当时已经12点多了，我妈当然担心了。而且你把我表妹自己放在酒店里，她肯定也不安全啊。我本来计划的好好的，结果蹦极也不让去，看夜景也不让去，1星期7天全在那逛街了，什么都没干。我就觉得在国外是担心我们，这可以理解。那回了国之后，我妈关心我怎么了？你又不关心我。我怎么不关心你了？那你妈对我关心也太多了吧？我都回了学校，我在学校里面跟舍友出去吃个饭，这多正常的事儿啊！他告诉他妈，然后让他妈把我大半夜给叫回去，是这样吗？怎么不是因为我们当时宿舍门禁是10点半。然后我10点多跟他发微信，你回复我了吗？我当时跟你说清楚了，我们室友要出国留学了，然后那最后一顿饭，那多陪他玩会儿怎么了？而且我都跟你说好了，可是你跟我说的时候是5、6点，12点多了你还不回去是什么意思啊？那你也没必要告诉你妈呀。结果我在饭桌上吃着饭，他妈给我发微信说：“你怎么还没回去？”我当时我妈也是担心你啊。我妈都没担心我，你妈干嘛担心我呀？你妈那是不知道，第二天你还有课，12点你还不回去。我都跟你妈说了，我说阿姨，我一会儿就回去了，你别担心，我又不去干别的。结果呢，过了一会儿10几分钟吧，给我发微信要跟我视频聊天。当时是因为他跟我妈发那个语音，背景就特别嘈杂，一听就是他还在吃饭呢。但他跟我妈说他已经回去了，所以我妈才说跟你视频，并不是特意跟你视频，好吧？怎么不是刻意跟我视频？他就是想看看我是不是在宿舍。我那时候跟他说，对呀，就是想确认你是不是安全啊。我说那个阿姨，我们宿舍男生都脱衣服准备睡觉了，咱就别看了，改天再聊呗。结果他妈说让你叔叔跟你聊吧，你们都是男人，看了也不要紧。那让我怎么说呀？然后没办法，我就把我舍友全扔在饭店，然后我一个人跑回去了。那么晚了，你回去也是应该的呀。应该的，现在倒好，只要我跟我室友一块出去，一打电话他就说：“哎呀，是不是你未来丈母娘给你打电话？”他们想有未来丈母娘电话都没有呢。是，只要跟他们一块出去吃顿饭，立马就说什么你这次不用跟你未来丈母娘视频了，我怎么跟我室友处啊？以后。你跟我妈说话那态度我也不愿意啊。我什么时候跟你妈说话态度不好了呀？就因为视频这事儿，我妈后来再跟你说话，你都什么态度啊？关键问题是
哪有这样的事儿？你说让谁摊上谁不烦啊？还有一次那个主持人是怎么回事呢？就是我们期末考试的时候嘛，老师找我们讨论一下题目什么的事儿，我俩被分成2个组了。我们那个组结束的早，然后我就给他发微信，我说你在哪儿呢？他就不回我。然后我给他们一个组的同学发短信，人家说早就结束了呀。然后5、6点，我寻思他干什么呢？然后我就给他打电话，他能摁死，但是他就是不回我。我之前跟你说了，我们那导师把我单独留下跟我谈话了，那我不能当着他面跟你聊微信啊！而且我都跟你说了，你就放心就行了。那你为什么要告诉你妈？我就特不明白。那不是特意告诉我妈，我妈正好给我打电话呀，然后我就跟她说了，我担心你找不着你啊。是你妈结果给我打过电话来了，我也不能不接啊。我就说阿姨，那个我这有事儿，我跟老师说事儿呢，然后我一会儿给您回过去。你当时是这么说的吗？我怎么我妈当时还没说完话呢，然后就是担心她关心她嘛，然后她直接说了句我还有事儿呢，然后就直接挂了，也没说到底为什么。的确是有事儿，那我不能当老师面跟你妈聊天啊。然后她还怪我晚上的时候跟她生气，我觉得这就是她的错。好，这事儿咱们能翻篇了吗？你觉得他是跟你谈恋爱还是跟谁谈恋爱？跟我谈恋爱。啊，那就行了，咱们说点你们俩之间的事儿，把你妈忽略了。你们俩吵架吗？吵。你们俩为什么吵？首先就大约因为2点吧，一点是因为他觉得我对他不好，各种猜我啊。第二点就是因为他妈老找我。你得让我联系到你啊。不是，他就老说我不关心他，我什么时候没关心你？我对你关心还少吗？还要怎么样啊？就我经常就联系不到他了。哦。怎么联系不到了？每天下课一块儿吃饭，然后你实习，我还得下班去接你，你还要怎么样啊？你快别说下班这事儿了，就是寒假快放假的时候嘛，我不是实习，然后离着我们学校很近，他一般都去接我，然后我俩晚上一起吃饭什么的。结果他有一天跟我说他有事儿不能去接我了，那天还下特别大的雨，我寻思他有事儿就去吧，说不定就是导师什么的事儿。结果人家可倒好，跟女生约会去了。你能把话说的不是跟女生约会，我说了，我也有实习单位，然后我就跟那单位上的同事约好了一块儿吃饭，有男有女，在他那儿就变成我跟女生单独约会了。还有别的事儿吗？啊，还有就是他这个寒假的时候，他爸妈带他去相亲。你看他老是把话说成这样，什么叫相亲？他爸妈知道我的情况下，他爸妈带他去相亲。对，他爸妈知道我的情况下，而且我有他爸妈的微信也。不是。然后他爸妈就直接在那个微信朋友圈传他和那个姑娘的照片。我觉得要是真的一点关系都没有的话，怎么可能随随便便传他跟别的女生的照片？什么叫相亲？不是，主持人是这样，我爸妈的朋友的女儿，因为我学习不怎么样嘛，他就说人家那女孩很优秀，在国外上学什么的，跟你聊聊，让你长点胜我不优秀呗？他们怎么不在朋友圈传咱俩照片？谁说你不优秀了？不是，这不是说那事儿吗？再说你是我女朋友，她优秀不优秀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接着说。往下说，然后我回来之后，他就说：“哎，你爸妈怎么回事？你有你爸妈这样的吗？什么明知道你有女朋友还带你去相亲？”然后我跟他解释半天，我说这不是相亲，不是相亲。咱就算他这次就只是普通朋友吧。问题是我后来看他手机定位的时候，他又去人家姑娘家2、3次。你还看他手机定位？他也看我手机啊。我是一点事没有，反正那总共也就2、3次。第一次不就是去吃个饭吗？那第二次就算是对啊。第二次就是过年，然后就去叔家拜个年，对，送点东西。那第3次呢？问题是他拜年的话，应该是他爸妈就说，那他还去第3次。那天我爸妈正好有事儿，然后我都这么大了，第3次为什么去给人家送点东西？哪有第3次？再说我跟那女孩也没关系啊。没关系，你后来又加人家微信，人家每一条你都点赞，什么意思啊？现在这个时代，那认识不认识的都好加个微信，这不习惯吗？加就加上，你老给人家回复是什么意思啊？那我就是点赞狂魔，然后我就喜欢给人点赞，这也不行啊。好。他告诉他妈说，我有2个特别好的发小，然后让他妈跟我说，那你是不是有啊？让我跟人家，我是有，关键问题我也没什么，他妈非要让我跟人家断绝来往，那我都跟人家在一块儿，从小长起来那么多年了。说的是断绝来往吗？他怎么回事呢？他那个也不是我告诉我妈的呀，他当时朋友圈发照片，我妈也能看见呀。然后他跟那姑娘都搂到一起去了。不是，怎么就搂到一起了？发小也不用搂到一起吧，拍个照片。那不就拍照靠得近了一点吗？拍完照我们就分开了。
那他就觉得这种事儿就无所谓。那但谁知道你跟其他姑娘怎么样？那你也跟你的男闺蜜发照片，你怎么我俩中说？间还还是情人节隔着人呢。前夕，就今年情人节前夕发什么跟男闺蜜的合影，那我能不生气吗？就因为没有事儿，所以我才敢发呀。我跟我发小也没有事儿啊，关键问题你跟我解释过，你也没解释呀，是吧？然后第2天过情人节，还怪我没送你礼物，那我那么生气，我怎么送你礼物啊？我大早上起来跟你说话，你搭理我了吗？那我不是在生气吗？允许你生气不理我。我都已经主动跟你说话了，你还不理我？我不理你，那你就等1天，怎么了？那你也没必要告诉你妈呀。哦，就一下子1天都不联系，而且还选在情人节那天。那谁让你发那种照片了？然后他把这事儿告诉他妈，他妈来质问我为什么不给他情人节礼物？这事父母有掺和这种事儿吗？你觉得家人可能会问你礼物的事儿吗？是因为礼物吗？怎么不是礼物啊？我也不是没给你看过那聊天截图，你看你妈说话多难听啊！那是因为你平时跟我妈。记录吗？这不就是聊天记录吗？他这都是片面之词。我怎么片面之词？你妈每次说什么都长篇大论的，然后你就是这样说什么？我以前也不送她礼物，说我跟她说话总是带情绪，怎么样？我还唉，对呀，这不说了吗？多贵的东西都比不上你一个人的心呀。我心怎么了？而且就因为这事儿，我说完之后刚抱怨完，结果他又把责任推我身上了，说我跟他妈说话态度不好。我怎么又态度不好了？就是态度不好。他最后我妈跟他说很长，他就只回个省略号就没有了。不是你妈说那些我都无言以对了，我只能发省略号。就高冷的不行的。不是谁高冷了？谁让你妈老是掺和咱们俩之间的事儿啊？这事儿跟我妈没有关系。怎么没关系？咱们2个人的事儿。你妈就老是说什么我上次七夕没送你礼物，我哪次我不送她礼物也不行，送她礼物也得挑毛病，送那么多次礼物没有1次满意的。姑娘，你是不是大事小情都跟你妈说？因为我妈基本上每天都给我打个电话，并不是说是我刻意的告状什么的，就把一天事儿叙述一下。那我很好奇的问问，比如说你跟她拉手了，你会跟你母亲说吗？不说。那为什么不说呢？你不是大事小情都跟你妈说吗？就因为有点尴尬，所以只说她不好的是吧？也没说你们俩在一起逆骨好的，你一般是不说的是吧？不怎么说。那还是不说嘛。那你在朋友圈发个什么秀恩爱，肯定妈妈也能看见。你们秀吗？偶尔秀。还想在一起吗？想。不存在异地的问题吧？暂时没有，我们在一个学校上学。我是说毕业之后。那个说不准，但是说不准但是尽量。你们俩商量过这事儿吗？还没有，因为还有半年嘛。对，都要毕业了，还不商量毕业去向，天天为这点事儿闹，你们俩心够大的了。我们就想过好一天是一天，在一块儿挺开心的。过好一天是一天，明儿就不说了，难怪人妈找你呢啊！行吧，老师们，你们看怎么办吧？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我听你们俩吵了这么久，啪啪啪啪啪啪，没有一点相爱的味道，就是俩玩伴。是因为相爱在一起的吗？还是因为孤独？是因为欣赏对方在一起的吗？还是因为无聊要找个伴儿？我只看到了后者。怕孤独、无聊，生活中什么都有了，还缺一个女朋友或缺个男人关心我，所以我找一个。他哪有点不好？他不如父母对我好，所以让我爸妈知道，对吧？这女孩未必都让我满意，我还去见一个海归。彼此之间有那么珍惜吗？没有。彼此有共担什么风险、什么将来吗？没有。我就看到了很自我的两个人，觉得自己最重要，同时还很自私。觉得对方不对自己好就是对不起自己，自我自私不说吧，还不自立，凡事靠父母，恋爱这事还靠父母，你那什么不是相亲呢？不就父母相给你找个条件更好的吗？你什么让父母替你把关啊？不就没自理能力吗？爱情是自己的事儿，把人生独立、自主、自爱、自尊这几个事儿学好了，学会了。再来谈爱情，都甭出来了啊！心动，来，曲总啊！如果你们不闹到这个台上来，你们半年之后也一定会分。今天呢，只是我们给你半年之后分加一码啊，告诉你们为什么你们会分。
因为的确，就如马老师所说，没觉得你们俩在谈爱情，你根本就没上心。女孩呢，你试图上心，但是根本就不会爱。先说男孩吧，第一，半年之后就要毕业了，没想过规划，想的就是好一天算一天，活在当下。就两个人在一起嘛，所以说顺理成章，你是否失去相心，你心里最清楚。在你的微信上我看到一个细节，你把他妈妈的那个名字写成什么了？起码的尊重都没有，至少也是阿姨吧？你写的什么呀？老张，透着那么不尊重，透着那么烦，透着你对这个女孩以及她家庭的一种抗拒，一种看不起，对吗？你骨子里是看不起这个女孩的，你看不起她爱你的行为，看不起他们家里对你的那些所作所为，没有一点尊重，你根本就不爱这个女孩。这里当然有她的不是，当然有她家人对你做的种种你觉得不合理的地方，但事实就摆在这里，分手是必然的，不要骗自己。你在骗着自己的同时，也在骗这个女孩，好吗，小伙子？女孩会恋爱吗？招呼一帮人，组团给你站场，给你助威，然后帮你去抓住这个男人吗？那是谈恋爱吗？动用自己所有的关系，其实你做的最对不起的呀，两个人，一个是你自己，一个是你的母亲。身为长辈，最应该做的是如何能够尽快的、正确的让自己的孩子迅速的成长起来，而不是一直不分程度的、无尺度的去呵护。过度了，过度到自己的女儿都不会谈恋爱了，都得老妈出马了，都得老妈变成了老张啊，何等的没有尊严！都是为了你，你真应该跟他道一个歉呀，你的父母。我看到那些对话的那些文字，我看不下去。如果是我有这么一个孩子，我真是舔着自己的脸，真是跪求，跟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去讲什么道理？他最应该讲的就是跟你讲道理。孩子啊，你得独立呀，你得自主啊，自己判断，用自己的眼睛去审视一个男孩是否合适你，他是否真心爱你，还是跟你在混日子。他最应该教育的是你，而不是还去教育外人，多丢脸呀！丢自己的脸，丢自己家庭的脸，何必呢？姑娘，我觉得劝你一句啊，先做独立的人，独立思考，独立学习，独立工作，然后独立恋爱。没有任何的人能够帮到你，在恋爱这件事情上，越帮越忙，甚至于帮了自己的长辈，自己都没有尊严了，好吗？OK， 就这样。好，谢谢邱老师。来，涂老师。我不说别的，我就说一句很实在的话，如果你是真想把她当成自己的准丈母娘，或者想娶这个女孩子，想造成一种好的印象，你就不会那样去回微信，你心里是不在乎的，你心里对于这种交流和谈话，你本身是很不耐烦的。早的不说，就说现在，其实见父母是一件挺有点害怕的事儿，是有点挺慎重的事儿。如果第一次见到对方的父母的说话，有的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搁，这种惶恐不安，从某种条件下来说，其实是特别尊重这样的见面，特别尊重和对方父母的相处，因为内心害怕稍有不慎留下个坏印象，将来如果真的成了一家人，如何去相处？但是你们现在有一些年轻人不在乎这个，过一天算一天，还不知道以后在大街上要不要叫张阿姨呢，更不可能会变成张妈了，所以也就没有尊重。在这儿我只想说一句话，爱情本身不是个玩物，你不尊重爱情，你可不现在就是这个样子吗？但是你们两人真的没有尊重过爱情，搂搂抱抱，哄哄骗骗，现在很多的年轻人的恋爱就这8个字，认识没1-2天就老公老婆的叫着，这么不自爱，这么不自尊。那既然你们都不把爱情当回事儿，都不把珍惜一个人或者一个人全身心的把它交给自己，
从来没觉得这是一件很慎重的问题。那爱情回报给你们的，就是剩下啼笑皆非4个字。你们俩在舞台上吵来吵去，我都吵烦了，我听不到任何的所谓的真情实意的感受，我一点也听不到。因为在整个的相处过程当中，谁也没有用100%的热情和认真来对待这段感情。那你玩我也玩了，如果还想慎重结束这种嬉闹的状态，如果还想好好的谈，那就认真起来吧，就这样。追的女孩挺多的哈。没有，你们去韩国，凭什么去啊？打工挣的钱，父母的钱吧。我一直认为说，其实谈恋爱是没有任何条件的。恋爱这个东西怎么会有条件呢？但是好像经历了很多以后，你会发现说，谈恋爱其实是有条件的，爱情是没有条件，相爱就好。但是谈恋爱真的有条件，首先是成熟的人，多点敬畏之心吧，没什么呀。你尊重生活，生活尊重你；你戏弄生活，生活戏弄你们。今天我们不谈爱情，我们只谈生活。你们都要毕业了，好好对自己吧，好好对父母，好好对待生活。时间给你们吧，一起进入黄金60秒。我就觉得可能老师说的对，然后我以前不够成熟，我就希望你以后别把什么事儿都告诉你妈，然后有什么问题咱俩解决就行了。我还是觉得这事儿跟我妈没有关系，就是咱们2个人之间的事儿。然后以后咱俩好好的，不这样了，行不行？那你不告诉你妈，不让你妈掺和咱俩的事儿，咱俩就好好的。你想最初的时候咱俩多好啊！他当时你送我一个那个小房子，跟我说是自己 DIY 的，然后跟我说到时候拿这个小房子可以换大房子。那现在呢，我还能拿小房子换大房子吗？如果咱们两个能继续好下去，当然能了。但是你要是老这样的话，我谁受得了啊？那我也不确定能不能换。行吧，回吧，2位，回吧。来，请关门，请关门。看起来是母亲在参与，其实背后有很多教育的问题，咱们不说它了吧，自己的事儿自己处理吧，年轻人们。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下载使用天天圈，提出情感问题就会得到导师们的在线解答，并且有机会在爱宝节目中得到涂磊1对1的指导。使用微信摇电视参与互动，点击左上角的宝箱抽取现金卡。关注我们的节目信息，请关注新浪娱乐、腾讯娱乐、搜狐娱乐、网易娱乐、凤凰娱乐。欢迎大家登录优酷、土豆、腾讯视频、搜狐视频、乐视网、PPTV、巨力、爱奇艺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。接着咱们就看看这一对怎么选呗。请开门，请开门。谁还记得是谁先说永远的爱我？来，跟那个。如果你这样选择，那我也只能放弃了。你跟老张说2句。阿姨对不起，这段时间没能好好照顾您闺女，也不太尊重您，然后希望我以后跟她还能做好朋友，然后有时间的时候去看您。回吧，回吧，住好啊，请走，请走，谢谢。